2013年 BMW 520D， 你没有听错，520D 不是520i， 这辆车是柴油的。你可能会好奇哦，为什么要买柴油的5系列呢？其实你可能有所不知，在欧洲市场呢，5系列柴油版是好卖过汽油版。相同的，像 BMW X3、X5 都是柴油版好卖过汽油版，在欧洲是这样子啊。为什么呢？因为柴油车呢，非常的有燃油效率啊。我们拿这辆车做一个对比啦，我们看它的加速表现跟当年的520i， 也就是一样是 2.0， 只是一个汽油一个柴油啦。你看两者对比呢，这 520D 跟 520i 它们的加速表现是差不多的，但是在油耗跟碳排放方面呢，柴油版的 520D 占据绝大多数的优势。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在欧洲5系列柴油版是比较热门的。这辆车当年呢，2013它进口到马来西亚的时候呢 ，yes， 你没有听错，是进口。它是以 SKD 的方式销售 ，SKD 也就是在外国装一半，然后进口来马来西亚之后装另外一半，跟 CKD 不同啦。SKD 是 Semi Knocked Down Unit 啊。我个人是很喜欢柴油车的，像我自己的车是 CS5 2.2D 嘛，也是柴油的。因此呢，我一讲到柴油的东西，我就喋喋不休，一直讲。我这边要 stop 一下，我要呼吁你，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你可以订阅一下我的频道。然后等一下这个影片的结尾呢，我将会邀请车主来分享这辆车用车体验、优缺点，还有保养费用那些啦。所以讲回来，柴油车啊，其实马来西亚人对柴油车的误解比较深，也不大会欣赏柴油车，所以柴油车的二手价会比较差。这辆2013的520D 呢，当年新车是卖333，是卖33,000，现在二手车市场只需要8万块左右，你就可以入手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时机啊，像我这样我很喜欢柴油车的人，我会欣赏柴油车的人呢，这就是很好的时机入手这个520D 咯，2013了。你可能会担心哦，哎呦，我听说马来西亚的柴油好像比较肮脏，对吗？其实呢，这个是过去式啊，以前的故事。10年前你这样讲呢，你对一半错一半啦。但是今时今日你这样讲是完全错完，因为在今年2021年的4月份过后呢，全马的油站都打不到肮脏柴油了。全马油站不管是黑拜还是蓝拜柴油，都是 Euro 5柴油，只是一个是 B7， 一个是 B10， 那个生化柴油的分量不同。所以在今年的4月以前呢，我们马来西亚是有2种柴油，一个干净，一个肮脏。干净的是 Euro 5超低硫柴油，一个是 Euro 2高硫柴油啦。那种高硫柴油是罗里打咯，罗里、轮船、巴士那些打咯，会喷很多黑烟的。所以简单来讲啦，我们总结来说，今时今日，你拥有一辆柴油车，你在马来西亚你已经达不到肮脏柴油了，就是这么简单。很明显的，这个头灯呢，它跟同年的2013奥迪 A6 Hybrid 相比是没有那么时髦了，因为它不算是 Full LED 的。然后中间的水箱护罩呢，就非常的有辨识度。这个双区分离式的水箱格栅呢，我相信啊，如果你有严重近视啊，或者你有远视、有散光之类的啊，你瞄它一个0.5秒，你就可以发现它是一辆 BMW 了。所以这个非常的有辨识度哦。从车身侧边，我们可以看得出这辆车是蛮长的，它的长度高达 4.9 米，也就是跟今天2021的 Honda Accord 一样长。但是 Honda Accord 其实是 Segment D， 这个5系列是 Segment E， 所以这个5系列是大过 Honda Accord 一个级距的。但是这辆2013的5系列呢，它的轴距算是同级之中最长的一辆，它的轴距长达29600mm， 轴距就是前轮与后轮的距离。然后 rim 方面呢，车主也是换上了 BBS 原装的轻量化轮圈。刹车系统方面，车主也是有 upgrade。SOA 方面呢，避震器车主换上了 KW Adjustable 避震器，所以你可以看到整辆车是有低了一点，整体看起来呢就非常的 sporty。两根手指。然后这个 BMW 5 Series 全车系都搭载了 BMW 的刹车能量回收系统。这个系统顾名思义，就是在你刹车的时候，甚至是你在跑着的时候，你放油的时候，系统都会为你的电池充电。这辆车不是 hybrid 的，它充的电就是 starter battery 的电，那个帮你 start 车的电池的电啦。
有这个系统的加持下呢，你汽车的 alternator 就可以时不时休息咯。alternator 就是靠引擎的动力来充 starter battery 的那个发电机。你有了这个热能回收系统，那发电机就可以比较多时间休息，它就不会熄掉你引擎的动力。简而言之呢，会让你的车更加省油，因为 alternator 不用一直拖着那个引擎嘛。来到车尾的部分呢，这个 BMW 5 Series F10 的辨识度也是非常的高。你看它这边是一条一条的呀，它这个灯管是很密集的，不是一粒粒，是一条一条这样子，3条了。然后可能你有一些疑问啊，你可能会问，这辆车会不会喷黑烟的？因为柴油车会喷黑烟嘛，对吗？通常 Euro 5排放标准的车呢，它的排气管那边都会有一个叫 DPF 的东西，也就是柴油颗粒过滤器。有这个过滤器呢，它可以把大部分的肮脏东西，包括黑烟啊，阻隔在那里，它不会排出来咯。这辆车的尾箱容积达到520 L，520 L。放在 E segment 不算大，因为在今天的眼光呢，有些 C segment 甚至 B segment 的车已经有这个520 L 的尾箱容积了。然后这个尾箱这辆车是没有备胎的，它给你的是补胎机，然后汽车的电池也是在尾箱这里哦。OK， 这辆车身为一个 E segment 的房车呢，它的空间不用说是足够的，蛮大的，腿部空间足够。头部空间也是足够，有4根手指左右我的头部空间。前面我是调到我自己的乘坐位置，我是175cm。后面这里呢，我就发现到它的后方的冷气系统没有的调温度。当年的523i 好像是可以调温度的，这个就有点美中不足啊。当时的奥迪 A6 Hybrid 2013啊，好像后面也是可以调温度的，这个不能调了。然后杯垫，这个是什么呢 ？Compartment。OK， 然后中间高切的地方同样是很高，这是一辆德国车，然后又是后轮驱动的车，所以中间这边几乎不能够坐人啊。中间这边这个高切的地方，一进来呢，我看到它的仪表盘，我很喜欢哦，它的仪表盘的设计很简洁，它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它就所有重要的东西它都显示给你看。OK， 方向盘的厚度我喜欢够厚，因为可能我的手大的关系。这辆车的内装部分呢，看起来就非常的实用啦。现在看起来也不会过时，尤其是这个打压柄，它打压柄我很喜欢哦。它这个 BMW 自从它从6速变成8速之后呢，它的打压柄就是变成这种类似像驾飞机这种打压柄。这辆车呢，它的中间这里它是用这个 MZD Connect 来控制中间的 Infotainment System， 它是不能 touch screen 的，但是用这个已经足够方便了。它的设计很顺手，你的手在驾车的时候呢，靠这边，然后放这边，很顺手咯，可以这样子操作，比同时期的奥迪 A6 Hybrid 还好啊，我认为啦，它的整体操控性给你的感觉，上手程度也是比较容易上手啊。还有一个东西我觉得很厉害，也就是高端的 Drive Mode Select， 也就是驾驶模式选择啦。这辆 520D 呢，它有的调整你的 suspension 的软硬，也就是说这 Drive Mode 如果你从 Normal 转去 Sport Mode 呢，你的 suspension 悬挂系统是会变硬的。但是因为这辆车车他已经把悬挂系统、把这个避震系统改去 KW 的 Adjustable， 所以这个功能用不到了。如果你没有改的话呢，你调 Sport Mode， 你的 Absorber 会变硬；你调 Comfort， 你 Absorber 会变软。这个是 BMW 所谓的 Dynamic Damping Control。你不要小看这个功能哦，这个功能啊，上次我 review 的那个2021的 BMW X3 啊，它都没有这个 Dynamic Damping Control。它的驾驶模式呢，你按 Sport 是吗？它方向盘变紧，油门反应变快，然后你踩 brake 的时候，它压箱主动推压，然后延迟升档的时机，就是这样而已。你的悬挂系统啊，避震系统它不会变硬，不会变软的。所以这辆车 520D 有这个 Dynamic Damping Control， 也就是什么 Adaptive Suspension Control 之类的。当年的520i 好像是没有这个功能的。这里我再分享多一个 tips 给你。
如果你进到2013年的 BMW 啊，或者你要找这种 F10 啊，你看它这个 Driver Selection 这边呢，它上面是 Sport 嘛，它下面的字很关键哦，它上面是 Sport， 如果下面是 Comfort， 就代表这辆车是有 Dynamic Damping Control 悬挂系统、避震系统、软硬可调。如果呢，它的上面是 Sport， 下面是 Normal， 就代表这个是 Normal 的。你这样子 Sport 啊、Comfort 啊，你的避震系统、悬挂系统都是软硬程度都是一样，不可以调软硬程度了。然后储物空间，普通咯，这边你按一下，中间就会开掉。储物空间我可以说是有点少啊，有点小，这个 drop box 也不大。整体来说就是这样子哦。你去 bonnet 看一下。引擎方面呢，这台车搭载的是2.0涡轮增压的柴油引擎。你可以看到它这边有4个，这个呢代表它是4个cylinder的，蛮好看啦，这个蛮幽默啊 BMW 我觉得。然后呢，这台引擎最大马力为184匹，最大扭力为380 Nm， 搭配上8速自排变速箱呢，0到100加速8.1秒就可以做到。碳排放呢，每公里只有123 G， 比同年份的520i 的149 G 呢更加的少，更加的环保。然后关于这辆车扭力大有什么优势呢？等一下试驾的时候我将会跟你解释啊，扭力大的车有什么优势。OK， 我们现在就去试驾。OK， 咁多位，为什么突然间讲广东话了？不对，各位观众，现在我即将来给你试驾这一台2013 520D。我很喜欢柴油车的嘛，像我刚才讲过，如果熟悉我频道的观众朋友们都知道我很喜欢柴油车的，尤其像 BMW 呢，我相信啊，如果我说 BMW 是其中一个最厉害做引擎的汽车公司呢，我相信没有人会反对。然后 BMW 做的柴油引擎呢，更加是妙不可言哦，那个名声、那个名气是很大的。BMW 的柴油引擎，看像我现在加的这一个，它的 RPM Max 啊，最高 RPM 竟然可以拉到5500转去。那如果我不跟你说呢，你也不看这个打油表呢，你不知道它是低折的车。它踩油的时候呢，它没有那种很潮的声音，因为我们印象中柴油车很潮了嘛，它没有这种声音。然后它的声音只是比较低沉，你踩油的时候它是呜，汽油车是比较高音嘛，它是呜，很低沉很 man 的那种啊。后轮驱动的车是这样，我想到一个比较好的比喻啊，好像我们去 shopping center 啊，我们推车推那个 trolley， 你从后面推呢，你很容易去 corner 的嘛，很容易转弯，很容易去控制那个 trolley 的转向，因为你的力从后面推嘛，你改变它转向很容易。但是你如果从前面拉呢，你这样子拉，然后 corner 哦，就没有那么方便，没有那么容易去corner 了，所以这个就是后轮驱动的车最大价值，很好玩啊。但是后轮驱动的车是比较危险的啦，如果你的胎压后轮如果没有什么花疗，在湿滑的路面啊，如果你猛踩油的话，很可能会发生 fishtailing 甩尾的现象。但是这种新款的后轮驱动的车应该是很多电子系统来控制这些东西。看我等红绿灯的时候呢，我把那个 Auto Start 系统关掉了吧。我觉得很难得的东西就是，你看这辆车2013到现在，然后里数过了24万里左右，你看顺顺的哦。只是你如果用心听，你的耳朵如果靠近这边，靠近前面一点，你就会听到有哒哒哒哒哒一点点细微哒哒哒的声音啦。我觉得这个声音是不会令人难受的，是还 OK， 不像那些罗里啊，不像那些 pickup trucks 这样子的，它是比较细的。
你看我踩油的时候，听它声音。非常的好，非常的好。Brilliant， 太聪明了，这辆车压箱聪明，悬挂系统很好，操控性很好。啊，刚刚有跟你讲过，我想要跟你讲一下扭力大车的优点在哪里。像这辆 520D， 它扭力是 380mm， 比 520i 汽油的多很多。虽然它们两者加速表现是差不多一样的，但是我现在就要跟你讲一下扭力大在什么地方用得到。很多人以为扭力是没有用的东西，其实扭力是非常有用的。你的车如果扭力大哦，它是可以给到你一个很好的行驶体验。怎么说呢？我用一个比喻啦，你回想一下，你记得以前你驾手压车的时候吗？你驾手压车的时候，你想象现在你跑60，然后你在4号牙 ，OK， 突然间你想超车，你想隔车啦，隔过前面那辆 lorry 啊，你在4号牙，然后你速度60啊，这个时候如果你没有退压，你直接踩油哦，那个车是不大会去的，普通的车啦，没有力嘛，所以你跑60的时候，你在4号牙，你要隔车，你就只好退去3号牙，然后给那个引擎的 RPM 提高，然后你才隔过那辆车。对吗？回想一下，整体来说，如果你驾到普通auto压的车，如果扭力不够的车啦，也是一样的情况。你要隔车的时候，你就要踩大油 ，RPM 就提高，然后你就隔车。然后整体的驾驶体验呢，其实不是很高级驾驶体验，也不是很舒服驾驶体验啊。如果你车上有乘客啊，你载你的家人之类的，听到这种声音哦，会感觉，诶，你的这辆车可以的嘛？你这辆车是不是会折磨到这辆车？所以我现在讲的这些是普通车啊，扭力一般的车啊。你在不提高转速的情况下呢，那个引擎的动力是不会来的，所以整体的驾驶体验就听到 engine 的声音很吵，要隔车的时候 engine 声音很吵，然后走山路的时候就听到 engine 的声音很吵。扭力大车就不一样了，像这个柴油它的扭力，通常柴油车扭力都是比较大的。扭力大车呢，你要隔车的时候啊，你如果在4号压，同样的情况呢，你在4号压，然后你速度在60啊，然后你的车扭力很大的话呢，你直接踩油，你不用退压了，它那个力水就来了。这个就是扭力大的车的魅力了。像提高扭力，在以前传统的方式提高扭力就是 CC 大咯，所以你会听老人家讲，哇 CC 大的车啊，隔车比较轻松，你的 engine 不用，你踩一点油，那个牙不用退，那个 gear 不用退，不用降档，你就可以隔前面那辆车，它的那个动力就来了。所以我现在示范一次给你看哦。现在速度是差不多60这样嘛。我进手动模式 M mode 啊，现在在4号牙，你看啊，你看我踩油，你看那个动力上几块，它60到80上几块。如果你扭力不大的时候，你就要退到3号牙哇，你的60到80的那个旅程啊，好像过了一个光年这样啊，很久。你看像这种扭力大车，你看啊，我现在速度在60了啊，然后我踩油，你看
它那个速度提高是多么的快，几块就到100了哦。You know？ 所以明白我讲的东西没有呢？嗨，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我非常的荣幸啊，我的观众 Vincent 借我他的爱车 520D 做 review。首先在开始之前呢，我们请他来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叫 Vincent， 我来自 JB。很好。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问第一个问题之前呢，我可以问一下你是从事什么行业的吗？从事寿险理财行业的。寿险理财，保险业。对，保险业。明白。我就很好奇哦，为什么你会想要买柴油版的5系列，而不是汽油版？因为没有钱打油咯。这个问题很好，跟我差不多，我也是驾柴油车，我也是没有什么钱打油。是因为一桶油打满可以跑800公里啊，如果是跑 highway 的话，去到1000多公里。其实会买这辆的原因是因为喜欢它的 low end torque， 因为低色车基本上 low end torque 都很强，特别是 BMW 的这个engine。然后还有就是它的油耗其实很省，所以就很符合我们这种常用车的人，所以就变得比较实惠。对，你去那边跑业务那些也是适合啊，因为省钱嘛，省油钱。你讲这个 low end torque 就是低转速的扭力很强大，你不用踩很大油，你踩一点油那个力就来了啦。那么这辆车保修方面会贵吗？保养方面？其实这辆车另外一个会买这辆车原因就是因为它的保养费其实也算是蛮低的 ，compare to 那些电油版的 BMW 啦。基本上我们 normal service 过了保修，因为在保修的时候是 free 的，5年 BMW free 到完。After that 的话，每次 service 都大概在换个 normal 还有是在500多块样子吧就是大概1万公里一次，大概500块这样子的费用。这样其实可以敢用哦，因为它的那个保养费用才500多600多，跟日本车都差不远。那么你有没有试过？因为你这辆车我刚才看已经走了24万里嘛，你有没有试过有什么东西要换啊？有换了什么东西坏之类的吗？因为我这辆的话，因为我有去 upgrade 我的 rim 换到19寸，然后又装 brake kit， 就变成前面的 lower arm boost 比较快 range， 大概是10万公里就一次的 lower arm。然后 engine mounting 也大概在10万公里，可能我们脚比较重啊，每次会 pick up 啊，所以这些 rubber 会大概在10万公里一次咯。然后现在走了24万，就在那22万左右的时候做一个 injector service， 跟换一个 valve cover gasket， 也是在3000多块这样的东西，所以基本上都蛮省一下保养费 ，compare to 一般的 petrol 的 BMW 啦。是很省哦，因为我早前呢，我有一个修车的朋友，他是在居銮的。他有跟我讲，柴油版的 BMW 这种8号牙的是 maintenance 比较低的，比较可靠的啦。另外一个8赌的修车朋友也是有跟我讲过类似的东西，然后现在车主你也是跟我讲类似的东西。这样子你刚才提到的那个 low arm boost 啊，那个 engine mounting 这也会贵嘛，它的那个零件。因为在第一个10万公里的时候是 BMW 保修嘛，所以第二个10万的时候我自己换upper arm 大概也是800块一套，然后normal 我换牙油，如果连油网换的话就在1000，不换油网的话就是在500-600块了哦。然后 engine mounting 3粒也大概才1000块，就跟日本车是差不多一样的。对，你讲这3粒1000块，这个有吸引我，因为跟日本车差不多都是这样的价钱。对。好的，那么你有什么固定的保修店家可以介绍一下？有，通常我会去在新山30多年经验的那个 Benz Auto 那边service，因为他的那个老板是我们以前一起玩车的，所以就变到他知道我们的要求会做到比较更好，因为你是玩车的人嘛。Benz Auto。他以前是做 Benz 比较多，是开始在 BMW 啊，现在Porsche那些都开始有做的。听得出，因为他名字叫 Benz Auto。好了，这样子这台车有什么优缺点吗？优点、缺点那些你可以分享一下。优点是就 BMW 驾出来每个人都认识啊，然后其实最主要是它的那个低转的扭力很高，所以让我们在市区走的时候其实很轻松的就这样子开它，不需要很出力。然后如果硬要讲它缺点，我是觉得如果他那时候买得到3.0离色版会更好。530D。对，然后还款是535D，是还有 4 wheel 的。如果是他把那个535D 买得到的时候，因为那时候Malaysia很难找到，就可以找到它，其实会更好价，因为它的马力有在300多嘛，然后又有 4 wheel 的话，其实会又有驾驶乐趣，又有舒服性，又能够低保养。是哦，你讲的那530D 好像535D 好像0到100是少过7秒，6点多吧，那个是快车又是低热。
很好。那么这个这个问题是我多出来的问题啊，我自己出于好奇，因为我听说，刚才我们聊天当中听说你有一辆 R32 GTR R32那个经典的在改着，然后又有 Beatles 家里又有甲虫车，我也是很喜欢车的，我也是很想像你这样有钱有闲啊，我们讲直白一点，有钱有闲可以玩这些车的东西，但是我目前没有钱也没有闲，所以可以冒昧请教一下你事业成功了，达到你事业成功的一些秘诀是什么？其实就像可以讲把简单的事情做好，就像霸王饭一样。你看霸王饭是把一个最简单的杂菜饭，把它做到最好，让每个人都会想要去找它，从而变成一个事业。把简单的事情做到最好。把简单的事情做到最好。OK， 我会记住你讲的这句话。所以今天影片大致上就是这样子。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订阅一下我的频道，然后喜欢这个 video 可以按一个赞。如果你想看更多类似这样子的内容的话，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追踪我啦。好的，我们下次见。